大家好，我是老吴。这一期的主题是一个困扰我自己蛮久的问题：茅台酒这么一个高大上的酿酒集团，究竟有没有深度的研发以及前瞻性的科研？如果有，他们的研发或者科研是怎么操作的，以及研究些什么？首先要声明一下，老吴既不是金融的从业人士，也没买过茅台的股票。研究的起因是以前断断续续看到过一些和茅台相关的科研文献，但是当时一直没有时间仔细去研究。这几天有空就想好好梳理一下茅台这么家传统的企业，它的科研和研发究竟是咋回事。我们普通人比较熟悉的很贵的飞天茅台酒以及很贵的茅台股票，准确的说是这个集团的上市公司主体，叫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飞天茅台、赖茅之类的就在这个旗下，也是整个集团最主要的盈利主体。与之平行的其他23个集团直属子公司，有和酒的业务比较直接相关的，例如茅台酒厂、技术开发公司、保健酒、生态农业、葡萄酒销售、物流、财务等等；还有关系比较远的，例如机场、保险、私募基金、技术研究院、茅台学院、茅台医院等等。这些子公司都是亲儿子，而如果把这些子公司直接或间接参股的子公司或者孙公司再都算上的话，那么茅台集团的公司就会多如牛毛。这些亲儿子的上层就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姑且叫茅台集团。由于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是上市主体，也是整个集团主要盈利的主体，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它的一些公开信息。首先不得不说，茅台这家公司以及股票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稍微看一下这个股票的月线，总体的趋势一路上涨，虽然中间也有过一些事情，短期的跌一点，例如2012年新领导班子上台限制三公消费，以及2012年底突发的白酒塑化剂事件。最早是酒鬼酒引起的，后来波及到了整个白酒行业。2015年年中创下5178高点以后，随即整个中国 A 股爆发股灾，多次千股跌停，沪指跌去了30%多，创业板几乎是腰斩。在这段时间，茅台的股票可就厉害了，稍微微跌横盘了一段时间，随即开始一轮暴涨，股价6年接近翻了10倍。当然了，由于涨得太多以及对未来消费的担忧，随后茅台酒以及茅台酒的股价跌了接近5年，目前接近是1500块钱一股左右。那回答他们有没有像样的研发，我们先得看花了多少真金白银。由于2025年的年度财报目前还没有出来，稍微看了一下他们公开的2024年财报，依旧是非常让人惊叹的数据。例如总营收从2015年开始几乎是爆发式的增长，10年增长了5倍多，同样净利润也是类似的增幅。而他们的产量，这里应该指的是基酒的产量，却是仅仅以很低的增速，几乎恒定的在增长。最让人惊叹的是他们的暴利，过去20年最低毛利 82.5%， 而从08年开始就一直保持在 90% 以上。估计所有的其他行业看到这个数据都要羡慕至死。这一期既然要讲研发，那先给大家点时间，让你们猜一猜，这个年营收超过1700亿元，年净利润超过850亿元的巨型企业，每年的研发费用是多少？5、4、3、2、1，答案揭晓。按照他们公布的年报，统计了下过去20年利润表里年度研发费用，从05年开始仅仅200万元人民币，2010年突破1000万元，2020年突破了5000万元，最近几年增长较快，24年已经突破了2亿元。但即便这个2亿元占总营收的多少呢？答案是 0.13%， 是不是惊呆了？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生意，基本上都不如茅台这般暴利和低研发的投入。当然了，这里的研发费用是列在利润表里面的，如果仔细看年报，还有一项叫研发投入，包括一些费用化的研发投入和资本化的研发投入，这个总额要高一些，达到7个亿。但即便用这个数字去除以总营收，也只占总营收的 0.41%， 依旧非常少。这里的研发费用也好，费用化的研发投入也好，资本化的研发投入也好，其实都是财务的一些处理方法。简单的说，费用化是直接计入到利润表里，影响当期利润的，而资本化是指计入资产并不直接扣除利润，而是通过未来多年的折旧或者摊销来影响利润。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里的研发费用之所以会比研发投入数字要小得多，并不是钱不见了，而是研发投入里面的很多项目，例如这里提到的生产成本、科研人员的工资，还有没有提到的例如折旧和摊销等等，都会被处理成例如营业成本、管理费用等等，而并不显示在研发费用上。
人们常说中国的白酒三大顶级品牌茅、五、卢。稍微看一下其他两家的投入情况。五粮液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 0.45%， 也很低，但是比茅台多了大概 10%。泸州老窖虽然也不高，但是是五粮液的2倍，比茅台的2倍还多，也是这3家中间最高的。另外一个区别是，茅台研发投入中资本化占总研发投入大概是 15%， 虽然金额也没多少，但是五粮液和泸州老窖都是0。稍微看了一眼贵州茅台资本化的一些项目，除了一项是亮堂三合土理化包括组分研究，可能涉及到一些微生物的基础研究，其他都是偏软件和信息化的东西。例如 i 茅台是他们一个数字化营销平台，有好几个是和这个平台以及大数据研究相关的。第二类是和工艺设备相关的智能化数字化的东西。第三类是包装和防伪相关的。第四类是和一些供应链体系数字化智能化相关的。总体来说，白酒行业不管是哪一家都是低研发的暴利行业。茅台和其他2家相比，在数字化上稍微会强化一些。当然了，除了这里的研发费用或者研发投入，也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其他的相关研发费用。例如和上市公司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平级的有一家25年刚刚成立的茅台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上市公司贵州茅台出钱和实验仪器占比 49%， 茅台集团出钱和大楼占比 51%。 据说这是集团未来的核心研发平台，有可能茅台集团是打算把集团内的各种科研和研发汇总到这家子公司。另外一家平行的茅台酒厂技术开发公司，主营就是替茅台酒之类的提供研究包装一体化的一个服务，包括防伪等等。那么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防伪的相关研发，就必然是通过合作甚至委托开发来完成，可以通过例如技术服务费等实现支付，而不体现在研发投入上。类似的还有一些 IT 信息相关的，也可以通过例如信息技术服务费、系统建设费来覆盖，而非研发投入。而茅台集团旗下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潜在合作研发机构，叫做茅台学院，它是由茅台集团于2017年投资设立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目前大概是2本，在校学生接近5000人。有意思的是，这个学校设置的15个专业全是酿酒、食品工业、环境科学、自动化、包装、营销、管理、物流、种子科学之类茅台能用得上的专业，可以给自己培养对口的新人。同时由于高校有一批高学历的教师，又可以承接和茅台相关的科研项目，可谓是一举两得。同样在24年上市公司主体的年报中间给出了公司研发人员的组成，一共是801名，其中还有84名博士和174名硕士。但是如果你看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架构，你就会发现整个公司并没有类似研发部、研发中心的这样一个组织，真的就像是仅仅是一个大型的工厂，仅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是运营管理体系下面的技术中心。因此这所谓的801名研发人员可能是落在技术中心，或者并不是以单一部门的形式进行研发，而是分散在各个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统筹并兼具部分生产的任务。另外公司管理人员里面也没有技术抬头的例如 CTO 之类的人员存在，唯一勉强能算的就是曾经参选院士的王力，目前任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同时兼任上市主体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董事、代行总经理职责。之所以是代行，是因为前任总经理离职，她也是茅台历史上目前首位女性总经理。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公开信息中间王力王总的履历。1990年到1994年，他毕业于西北轻工业学院食品工程系食品工程专业，也就是后来的陕西科技大学。94年到2000年，他在贵州茅台酒厂科研所任职分析员，并且在1999年获得了工程师任职资格。2000年到2002年，他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情报分析室的主任。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工商管理培训班。02年到10年，他先后任公司技术中心分析室主任、副主任。期间他被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评为酿酒高级品酒师，以及聘为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07年他获得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在职期间02年到05年，他还在江南大学轻工技术和工程专业学习，并取得工程硕士学位。此后他在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被飞速提拔，历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以及公司的副总经理。2016年又被提拔成
茅台集团的总工程师以及茅台集团的副总经理。2023年至今，他就已经到了现在的职位，也就是茅台集团的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董事以及代行总经理的职责，同时还是贵州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考虑到这位未来茅台集团董事长的热门人选，曾任该公司技术中心分析室主任以及茅台集团的总工程师，可以推测这个技术中心在上市公司所谓研发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一些新闻报道，王力为原董事长季克良的徒弟，是茅台集团的4朝元老，平时生活很低调，这可能也是他获得飞速提拔的原因之一。他唯一一次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就是曾被贵州省科协推荐为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候选人，虽然最后并未复选正式成为候选人，但是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被戏称为白酒院士。科研和研发不管是通过自己的技术中心，还是和集团内部其他的主体进行合作和委托，这两种都属于非公开的形式。而另外一种研发和科研的形式是以命题作文进行公开的招募课题承担团队，这种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集团战略研究院，其发布的一系列和茅台未来战略相关的课题，格式都是叉叉叉战略以及实施路径之类的，这类比较宏观。另外偏向基础科研类的项目，则可以通过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大学合办的挂靠在贵州科协下面的贵州省发酵工业微生物资源开发全省重点实验室来进行命题，进行开放式课题的申报。当然了，这些课题自然也都是和酿酒密切相关的。项目的描述里还写清楚了，每个项目资助不超过50万，发表文章必须署名这个重点实验室。另外，如果有知识产权，必须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可见这些项目的钱都是上市公司出的，花点小钱得了名声，拿走 IP 还是蛮划算的。总的来说，不管是以不公开的模式，还是以后面一种命题开放课题申报的模式，这些研发投入的金额都非常的低，估计总计会更接近于泸州老窖一些，达到营收的1%上下。那么茅台现在每年花的那几个亿小钱，科研的方向和成果如何呢？最直接的当然是看他们的专利以及学术发表的文献。不过在看那些之前，为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茅台的制作过程。它的原材料主要有2种，一种是高粱，对于茅台来说还号称只能用当地的红罂子高粱这一种，还有一种是小麦，这个表里没有明确的直接写，但是这里的糟胚以及大曲或者叫酒曲就是小麦之类的粮食来的。这些原料的品种以及品质自然会影响酿酒的结果，那么就会有一个研究重点，就是种子和原材料。另外，酿酒主要是很多轮的发酵过程，自然这里面涉及到各种微生物，也是一个研究重点，也会潜在的影响生产工艺。当然了，生产工艺也还有一些微生物以外的东西，例如一些仪器设备、厂房等等。另外，生产过程中间还会涉及到一些绿色环保以及生产废料的处理，这些比较偏向于基础研究以及发明专利。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包装、防伪、智能化之类的，技术含量就相对低一些，发不了文章，但是能申请一些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比较好查的专利这一块。如果关键词只搜贵州茅台，那么潜在就会包含所有茅台集团及其旗下的子公司，总数是2142，几乎全部是境内的专利。最大的一块是外观设计，占比 58.6%， 发明专利占比 30.5%， 实用新型占比 10.9%。 而如果我们直接搜上市公司主体，也就是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专利数量锐减到711项，大概是茅台集团的1/3，但减少的大部分都是外观设计，发明专利还剩下382项，占集团总发明654项的 58.4%， 实用新型118项，占集团总实用新型233项的 50.6%。 也就是说，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确实是整个茅台集团的老大，也是最核心的一部分，仅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讲，占了集团总数的 50% 还多。因为总体的数量比较多，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看。先看一下实用新型，这里主要是以生产相关的一些设备、设施、装置，甚至是厂房为主，而发明专利这边涉及的范围略广一些，主要涉及首先是微生物相关的，例如菌种的资源、功能微生物、代谢调控等等。第二个是酿造的原料，这部分主要是高粱育种、种植以及酿酒前的原材料品控。第三是一些生产工艺，
例如酿造用到的一些设备和工艺技术。第4个方向是包装设计和全链路的防伪技术，这个大概率是和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平行的技术开发公司来弄的一些。最后一个是智能化生产和绿色制造，例如一些机械化的替代、大数据监控、废水以及废料的处理等等。看起来确实是从种子的源头一直到生产产品的落地，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一些创新，但是基本都是偏生产和应用类的。要说多么高科技，可能也并没有。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下他们的一些英文发表物。之所以集中在英文的文献，主要是这部分有一定的门槛，都是有影响因子和认可度的期刊。相信中文发表物应该更多，只不过质量大概率是参差不齐的。我们用的是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也就是 NCBI 旗下的 PubMed 生物类文献搜索引擎来进行搜索。关键词是茅台，用这个搜索引擎的好处是，首先免费，其次基本和生物相关的有影响因子的英文文献全都能搜出来，不管主题如何。但茅台这个关键词可能出现在各个位置，例如标题、简介、作者单位、正文等等任何位置，一共出来106篇文章。最早能收到的英文文献是1997年，到现在时间跨度接近30年。当然了，茅台这必然不是一个很火的话题，文章数量少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处是呢，看这个趋势总体是向上的，最近几年每年都有超过10篇英文文献的发表。进一步呢，我也花了一点时间，把每一篇的简介和作者的来源迅速过了一遍，又去掉了24篇，最终剩下了82篇文献。去掉的理由，一种是搜索的偏差，或者即便有关键词，但是和主题无关；另外一种是涉及该区域整个地方的一个环境，例如微生物，这些和茅台酒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举个例子，有几篇来自这位北京化工大学的吕杰副教授，他几乎所有的文章灌水的套路都是从某个地方分离出来某种微生物。这几篇去掉的文章，它涉及到赤水河的样本，这些和茅台本身的科研无关。还有一种去掉的文章是个别作者是茅台医院，看了下，因为这个医院参与了部分临床实验，所以也和茅台酒本身无关，也就去掉了。这剩下的82篇科研文章，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研究主题，可以分为大概的9大类。我们先看一下和茅台酒酿造过程直接相关的，例如最上游的种子以及原材料的研究有5篇，占 6.1%。最大的一块是涉及到酿造过程中间的一些微生物，这些基本都和生产工艺相关，所以是双主题，一共是46篇，占比 56.1%。和微生物无关的生产工艺研究比较少，占 2.4%。例如，这是一篇研究酿造过程中间存储用的容器的成分对风味影响的文章，有几篇是涉及品控的，例如用一些质谱之类的手段来监测产品的口味、气味、年份等等。还有2篇是涉及到生产废料，例如酒糟，尝试把它们用来做猪饲料的研究，占比 2.4%， 这个蛮有意思的。举个例子，这篇提到在饲料里面加 2% 到 6% 的酒糟，可以增加血液中间一些有益的成分，减少一些有害的成分。还提到可以减少一些病原微生物的含量，有益于猪肠道的健康。因为酒本身大部分就是酒精嘛，这部分逻辑可能还是对的。这里有12篇研究茅台和人或者动物健康相关话题的，这个还蛮有意思的，也很重要，等会儿我们会单独拎出来聊。最后几个门类的研究虽然涉及到的人员和茅台相关，但是研究内容和茅台酒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一些来自茅台学院的研究，主题包括微生物、动物学，还有一篇很独特，是讲一个股票预测和量化的模型，其中用了茅台的股票来进行验证。这里稍微插一句，这82篇文章中间有53篇的出版杂志，它们的影响因子是低于5分的，基本只能算是英文的灌水文章。有29篇出版杂志的影响因子在5到10分之间，属于还 OK 的文章，10分以上的科研文章目前是没有的。这就是那12篇研究茅台酒和人或者动物健康相关的文献，时间跨度20年。这个表格是按照发表时间从新到老进行排序。粗看一眼，立刻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2个通讯单位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分别是深圳大学和贵阳医科大学。深圳大学最新的一篇是疫情期间的文章，主题是用新冠病毒抗原来刺激小鼠产生抗体，但是由于病毒会引起氧化应激反应，导致抗体产生的细胞死亡，而如果用茅台可以阻止这个病毒引起的氧化应激反应，就可以稳定的产生抗体。这不是一个很高分的文章，切合当时的热点，只不过正常做科研的人绝对不会想到会用茅台去保护细胞产生抗体，一个是太贵，一个是成分比较复杂，难以解释具体是什么保护机理。我只能问一下，是不是用实验经费买的茅台做实验，剩下的都自己喝掉了？另外3篇深大的文章都来自一个作者，也就是刘志刚，他是医学博士背景，深大医学院创建的元老，现在是深大医学院副院长，还有很多其他的抬头，似乎资格
资历都比较高。看文章的署名作者都是深圳大学自己的班底，看不出和茅台直接利益上的关系。论文的套路也都比较一致，研究的是茅台酒风味化合物中一些成分的药理活性，猜测可能它本身是个白酒，特别是茅台的爱好者。另外，这12篇文献中间的一半都来自于同一个单位，也就是贵州本地的贵阳医科大学，基本套路也是类似的。例如这篇，通过流行病学以及机理研究来证明茅台和其他白酒不一样，对于身体特别是肝脏没啥坏处。要是细究的话，例如对照不严谨，实验浓度只有1个，机理不明之类的漏洞还是蛮多的。不过反正是低分的灌水文章，要求也不能太高。还有2篇，它的通信作者是来自于海外的机构，我稍微看了一下，一篇来自于 Michael， 看了一下他的履历，是美国卫生部 NIH 旗下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个资深的研究员，发过很多文章，是个比较靠谱的科学家。这篇作者中间还有来自于贵阳医科大学和贵阳中医药大学的合作作者，套路和刚才提到的那篇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用小鼠做模型，一个喂酒精，一个喂茅台，然后看基因表达，结论是喂茅台的比喂酒精的毒害要小。不知道这个合作是咋成立的。另外一篇通讯作者来自于纽约大学，作者里并没有和茅台直接相关的人，不过故事的套路也是比较一致的，用了一个细胞模型，从分子水平研究茅台为何肝损伤比较小，甚至能保护肝细胞。总体这12篇文献都不算是高分高引用的文章，来自贵阳的6篇和来自 Michael 的1篇都可以视为和茅台集团有潜在的直接的联系，而来自深大的4篇以及来自纽约大学的1篇看不出明显和茅台集团的联系，但所有这些文章都在传递一个 marketing 的观点，也就是茅台酒和其他的白酒是有显著不同的，喝茅台对身体的损伤较小，甚至是有保护的作用。当然了，这些文章都很难说是严谨而系统的研究，数量也很少，看看也就算了。而如果我们不限主题，对这82篇文章只按通讯作者的单位进行排序，直接和茅台集团相关的文章高达45篇，占比 55%， 而剩下的那些很多也有茅台集团相关的作者参与，虽然不是通讯作者。这45篇文章当中，通讯作者为江南大学的排名第一，16篇占比 35.6%， 贵州系各个学校占比 28.9%， 茅台学院占比 17.8%， 茅台集团及其子公司占比 17.8%， 来源非常集中。可能有人会问，其他3个好解释，为什么江南大学排第一？它和茅台集团有什么关系？这就又得提到前面提到过的季克良，他毕业于无锡轻工学院食品发酵专业，也就是江南大学的前身之一。他曾任茅台酒厂以及集团的董事长，也是茅台酒历史上第1位总工程师。而他的徒弟王力前面提到过，现任茅台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也是茅台酒厂的总工程师。王力的本科不是江南大学，但是在02到05年在江南大学获得了一个在职的硕士学位。除了学历的关联以外，这2家的历史也是一直有一些交集。例如，除了一些虚荣以及行业奖项以外，贵州茅台历史上获得的最高级别国家科技大奖，就是2013年和江南大学等机构共同完成的基于风味导向的固态发酵白酒生产新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是有大大颁奖了哈。2018年，贵州茅台集团成立了第1个院士工作站，也是由江南大学院士校长陈坚领衔的。同年，江南大学还和茅台学院签订了对口合作协议，还成立了江南大学茅台学院酿酒工程联培班，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最夸张的是，江南大学作为通讯作者发的这16篇茅台相关的文章中间，虽然时间跨度有15年，但是16篇中间有15篇通讯作者都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领衔人之一徐岩教授。他同时还是酿酒行业一些协会里面担任了要职，例如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可以不夸张地说，虽然茅台集团自己依旧掌握着传统酿造工艺的核心，但是茅台最核心最前沿的科研价值反而来自于江南大学，而不是茅台集团自身。而以茅台集团或者其子公司作为通讯作者的这8篇文章中间，包括1篇刊物，其中有5篇的通讯作者直接挂的是茅台集团自己，有3篇这个挂的通讯作者机构是贵州省发酵工业微生物资源开发重点实验室，这个前面提到过，实际上是上市公司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挂靠在贵州省科委以及贵州大学旗下的一个省重点实验室。这其中有6篇的通讯作者都是王力王总或者是王总工程师，更加可以确定
他是茅台目前阶段所谓研发的一个核心人物。好了，聊了那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茅台集团的科研和研发。首先，茅台集团有没有研发？从上市公司的财报可以看出来是有的，不过研发费用占比只有营收的 0.13%， 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只有 0.41%， 非常之低。即便算上它有一点隐形的开发的费用，参考泸州老窖之类的同类公司，应该也只占营收的 1% 左右，还是非常低。第二，茅台主动的科研和研发，它实现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相对不公开的方式，可以通过集团的茅台科学与技术研究院自己的技术中心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和集团内部的子公司或者主体，例如茅台学院合作进行，还可以通过集团或者旗下的省重点实验室进行命题式的开放课题申请来公开的实现。第三，茅台集团以及其子公司并没有传统意义的研发负责人，例如 CTO 之类的职务，而是通过集团的总工程师来总体的协调或者说负责，现在就是王力王总。第四，茅台体系的科研和研发的方向，从专利和发表的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种子和原料、发酵相关的微生物、生产工艺、绿色环保、包装、防伪、智能化生产等等，偏向于生产和应用，或者说是传统工艺的发展，并不算是很前沿的科研。第五，发表的文献中间有12篇关于茅台和人体健康相关的研究，研究的机构非常集中在深圳大学和贵州本地的贵阳医学院，套路非常类似，文章的科研并不是很严谨，学术水平也一般， marketing 的这个嫌疑是比较重的。其实老吴本身偶尔也会喝点白酒，包括茅台，不得不说好酒和便宜的白酒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例如口感、后劲等等。衷心希望茅台及其他的科研机构能够好好的专业的研究下这里面的门道，我还是蛮感兴趣的。第六，从茅台获得的最高科技奖项以及相关主题发表的文献来看，茅台集团最前沿的科研核心价值并不是来自茅台集团本身，而是江南大学，甚至是江南大学的个别人那里。我相信任何一个大的公司可能都不会希望自己最前沿的科研东西都是来自于体系之外，所以茅台这些年搞茅台学院、省重点实验室，甚至是最近成立的茅台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应该都是朝着体系内加大自身研发力度的方向去发展。好了，调研了半天，逼逼了半天，终于结束了。用小王的话说，是个老登的话题，但不管怎样，老吴自己的疑问基本得到了解答，例如茅台做不做研发，研发实现的形式、负责人、研究方向，以及茅台的前沿科研来自于哪里。如果大家喜欢老吴的视频，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加收藏，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